就是嗯这也是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心理咨询。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好像卡在了这么一个循环里面，因为有个电影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好像就是《土拨鼠之日》这种 Groundhog 嗯 Day，就是感觉我好像一直在犯同一个错误，或者说是我每一个感情好像都是这样结束的，或者是嗯我换了一个地方，但是感觉这个还是同样的节奏，还是同样的过程。就是这个其实是一定程度上是心理咨询的本质，就是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先挖出来你所陷入的这个一遍一遍的循环到底是什么。嗯就是情绪并不是产生来折磨我们的，所以并不是说，你生气了，哎呀，不要生气，你的日子就好过了。而是我们所有的情绪都是为了保护我们而存在的，所以有时候更多的是，我生气了，我为什么会生气？就是看到这个情绪本身就已经能把它消解很多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可能是这个情绪真真正正的就是有想要传递给我们的内容。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 April， 心理治疗师、咨询师 therapist，跟我们聊一下心理治疗这件事情。April， 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目前在做的事情，然后还有你的经历吗？就是 Hello，大家好，今天就是能有机会和你合作，还是蛮高兴的。我是本科期间在这个俄勒冈大学就读的和心理专业有关系的一个专业，然后同时就有辅修这种叫特殊教育，然后在研究生的时候在西北大学读的研究生叫做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y，就是婚姻家庭心理咨询。但是因为美国就是心理咨询的这个名称类型还是蛮多的，就是我作为家庭心理咨询师，并不代表我只看家庭和情侣，还有任何亲密关系。我现在其实更多的是在看个人，直接这种个人来访。然后现在的话，就是2016年到2018年读的研究生，2018年毕业之后，在2023年开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室，现在就是在自己算是自主择业吧。行。主理人。主理人这个词现在非常火。那我们就聊一聊心理治疗这件事情。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你认识到的一些客户朋友，他们对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有什么误解吗？或者是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你觉得会主要是哪几方面？嗯嗯。因为我在美国待的时间有一定年限了，就有几年了，所以我嗯身边可能同事啊，还有来访者对心理咨询的这个理解，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所谓就是比较准确一点。但是我可嗯能经常在小红书上翻呀，可能听到就是对心理咨询不太了解的人群，就是觉得我有病了，或者说如嗯果我去看心理咨询，说明我心里有了问题，或者是以前的话可能会更偏我精神上面出了什么问题，现在的话就觉得我心理方面有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误解。去看心理咨询，并不代表就是心理有问题，嗯，也不代表精神有问题。一会儿那也想听听你的，就是你身边的人啊，或者是你接触的人群里面，就觉得对你有观察到对心理有什么误解吗？我观察到很多污名化，比如说，很多人要去看是因为没有成功调整自己，调整成功，或者是心理太脆弱了，不够强大。还有，很多人也就算他去，他也不敢承认这件事情，他可能觉得这样对他的不管是职业形象还是生活形象都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相当于是至少在我过去的世界，是处在一个被污名化，嗯嗯。处于一种很多人羞于提到的一种服务。嗯嗯，能理解。因为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跟我一些同事聊天的过程中也有说到，就美国也是这几十年心理咨询有一个非常高速的发展。就是我可能刚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话，我觉得也就是可能是2014、15、16这几年，很多人身边的人对心理咨询还是感觉有一些的抵触，或者觉得你是有问题才会去。但是嗯尤其就是在北美这边的话，其实这些年能感触到的心理咨询是一定程度上很潮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嗯都不会再去避讳的去聊，就是我有看心理咨询师，更多的是你最近有不开心，最近有压力，或者是最近有些事情没有办，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是等等等等，就会提我心理咨询师怎么样，或者是我前段时间有看心理咨嗯。询师，但最近不看了，我之后可能还会再去看，所以就是身边推荐或者说是分享自己心理咨询治疗的这种人群，其实慢慢是越来越多的。那你觉得，这些误解有哪些原因呢？比如说可能从小长大的一些文化背景呢？
又或者说是这个社会其实对于心理治疗这件事情的普及还是不够的？我觉得可能性蛮多的，但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这种普及性不够。其实现在尤其是很多我看在就是国外，经过培训或者是就业过的心理咨询师，会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或者已经在做了一段时间的事情，就是为心理咨询去污名化，然后去做大量的科普，一定程度上是给心理咨询去，揭秘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去做心理咨询的人通常会是什么样子的。另外我觉得也有一部分这种历史遗留的问题，至少我知道在美国的话，一开始心理咨询的有点像这个原生其实是心理这种医院嘛，很多的像这种就是看上去疯了的这种人可能被关起来，然后这个其实有点像大家一开始对心理咨询的这个印象，是这些人有了心理疾病，所以呢要被就是关起来，要去怎么治疗处理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就是慢慢随着就是很多比如说娱乐方面啊，然后有解释，心理咨询其实是这个样子，就是看上去很正常，或者是并不一定说疾病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去。就是呢，我现在能想到的是这两个原因。那接上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心理咨询是一个比较虚的事情，也就是说，可能心理咨询师跟他讲几句话，也没有解决他生活的实际问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嗯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小，而且算是一定程度上简短的问题，但是我的答案我觉得嗯会是比较大吧。就是心嗯理咨询，其实我如果去给别人讲心理咨询是什么，那第一步，我觉得这也是我在和来访者工作期间，就是前几个就是咨询内容核心会是具体去发掘一个就是来访者所陷入的循环里面。就是嗯这也是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心理咨询。就是嗯如果你觉得自己好像卡在了这么一个循环里面，因为有个电影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叫就是《土拨鼠之日》这种 Groundhog 嗯 Day，就是感觉，哎，我好像一直在犯同一个错误，或者说是我每一个感情好像都是这样结束的，或者是嗯我换了一个地方，但是感觉这个还是同样的节奏，还是同样的过程。就是这个其实是一定程度上是心理咨询的本质，就是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先挖出来你所陷入的这个一遍一遍的循环到底是什么。嗯然后呢，不同的流派对挖掘这个的过程，还有把它去填满的过程，还有怎么样去和来访者共同协作，然后建立新的循环，或者是到一个相对健康来说，一个就是新的循环的位置。这个其实是心理咨询的本质，就是你跟朋友聊天的话，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把心里塞的东西吐出去了。所以这嗯一定程度上确实会，但是很多时候你自己的循环自己都看不太清楚，或者是朋友很有可能和你现在同样的循环里面，所以可能不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义或者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也是心理咨询和我觉得和朋友之间聊天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并不是说聊天，或者是我来问你一件事情，而是心理咨询更多的是通过现象一定程度上去看本质，然后和来访者一起协作，把这个本质去盘得很清楚。嗯，对。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听了一个播客，这一个播客其实就是讲一些新移民，他可能是刚到一个地方，比如说加拿大的一个新移民，他办的小播客。然后这个播客里他就邀请到了一个心理咨询师，就讲怎么去处理一些新移民的一些心理问题，比如说他过去是大人物，他跑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变成了小人物，又或者说他想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是当地没有人愿意给他一份体面工作，又或者说很多人是跟着自己老公啊、老婆去的，但是比如说老公老婆在那地方已经有了一些社会关系，但是可能跟着去的那个人就没有。整体来讲，我不记得他们具体说了什么，但是当时只是感觉那个咨询师他的那个语气，或者说他的那个投射出来的价值实在是太直击人心，实在是我很难忘记。我即使是听个 podcast，其实仅仅他也没有专门为我服务，他就说类似于，其实所有的这些情绪你都可以，你就可以接受他们，你就可以大方的承认他们。对，我就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是觉得我比如说发展不顺利，我就是觉得我很孤独。其实你把这些东西承认了，也许是任何程度的缓解的第一步。哇，当时实在是太震撼了。后来我自己就觉得，诶，也许我可以尝试一下，去找了一下我家旁边的，然后试了一下，也没有特别成功。但是后来我又隔了几个月之后，我又尝试第二次，诶，找到一个很不错的 therapist，然后我们就合作很愉快。对，对我个人经历来讲，是需要
不断迭代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首先知道有这回事情，心理咨询这件事情，同时可能还要去筛选、鉴别、尝试，再迭代，也许可能才会有比较好的结果。你觉得是这样吗？嗯嗯，那我的理解就是根据你的分享，一定程度上是就是两点对你就是印象比较深刻。一方面是你当时听播客的时候，这个感觉，这个对你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另外一方面就是它就是扣动你心扉的这个内容，就是我的情绪就是各个不同的情绪和这种 experiences 都是可以被接受的，也都是有足够位置的。那在我看来，好像这两点对你来说就是有触动到你，所以就会让你继续去找心理咨询。对，这个是触动我的点，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能应用在全世界或者是很多人身上。因为在我过去，其实对于这些负面情绪，大家基本都是说，哦，你不要这么想，结束了，把你给打发了，好，下一个话题，或者是说你早知道这些东西，你一定应该会想到啊，你来之前你想什么了？你来之前就应该想到会有这样的问题了，那你现在之前你没解决，你现在还在想这些东西，这不是白想吗？就类似于这种情绪，为什么要产生这些情绪？这些情绪帮不到你，所以你不应该产生这种情绪。这套逻辑，我觉得是很深入人心的一种逻辑。但其实，呃，在我的理解，其实人产生各种情绪，不是为了什么，而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就类似于你大脑是一个机器，然后你看到了 A B C D E F G 的信息，把它放进去，它自然会产生一些情绪。那这些情绪它产生的原因不是为了解决一些事情，也不是为了帮助别人，也不是为了创造价值，也不是为了盈利，它就没有什么原因，也许它就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就像是天会下雨，天会下雪一样。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我前段时间有写一篇文章，就是叫做就心理咨询师为什么总在问别人，就是你是什么情绪。那网上其实有蛮多人的这个反应也是很有意思，因为有些人就会说，这个是不是话术？就是为什么心理咨询师全都会问来访者他有什么情绪因为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这个其实有一定程度上能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有空间和能力去接纳自己的情绪，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说的话，是一定程度上的 privilege。就是以前我们上一代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如果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反而会非常非常影响他们的生活，而且这个生活更多是指的是他们当时生存的目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尤其像我们这种，基本上是大部分人是能吃饱穿暖的嘛，所以，但是对于情绪的这么一个理解和互动，其实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再去算是延伸，或者是用我们上一代这种，就在你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你再去想，哎，我今天不开心，我今天好累，很多时候上去越想，就反而第二天会影响生存。但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已经可以吃饱穿暖了，就一定程度上是完全可以去听到、感受，然后有足够的空间来包容自己的情绪。同时另外一点就是，其实你说的一点我很认可，就是情绪并不是产生来折磨我们的，所以并不是说，哎，你生气了，哎呀，不要生气，就你的日子就好过了。而是我们所有的情绪都是为了保护我们而存在的，所以有时候更多的是，哎，我生气了，我为什么会生气？就是看到这个情绪本身就已经能把它消解很多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可能是这个情绪真真正正的，就是有想要传递给我们的内容，这可能是第二部分，就这两者都是同样重要。当时，我想想啊，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对，就是感觉被听到、被接纳的感觉。现在我回忆是这样，只是当时我不知道，我只是感觉，就我听那段对话，我就觉得很舒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在我过去的所有时间里都没有，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当时我一下子就那种节奏吸引住了。那在我听来感觉是第一次，就是感受到情绪、想法是可以完全被包容的，这种包容感，在我听来感觉是你一个非常比较深一点的记忆点。对，尤其是我所在的世界是这个金融世界，可能和科技行业差不多并列吧，我觉得是世界上都算是比较不接纳人本质或者人本来情绪的一个地方。当然，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盈利啊，或者是要赚钱，但是在他的制造这些价值的过程中，他是不鼓励很多人去做自己，或者不鼓励很多人把自己的情绪露出来。你最好就是一副永远坚强的小强，这样类似于你永远都是溜光水滑，梳着大背头，然后你精神万分，然后你永远的战斗力满满，你永远时刻准备给客户服务的这种感觉。如果很多人说啊，我也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或者说我好难过，我突然觉得没有斗志了，你任何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就是可能导致你马上就被公司给优化了。
的这样一个路径。而且对朋友讲，你朋友也可能压力也很大，也没时间去把精力给你，把能量给你，都没有，所以相当于是一个不是很心理友好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还是给我很震撼的。对。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种被所谓正能量的风向所以会去裹挟得很紧，然后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就是这种所谓的负面情绪。因为其实我们在心理学或者说是我个人在来访的过程中，不会说是这个是正面情绪或者这个负面情绪，就更多的这种归类就是我们喜欢的情绪，或者是这些让我会感觉到不太舒服的情绪。因为就是并不是说这些情绪是负面的，或者说是对我们有害的。就是有时候不开心、累了、生气了，也是正常的，不光是可以的，而是也是正常的。一直这种正能量，觉得其实不是很可能，而且伤害反而可能会更大。因为一直正能量，说明有一部分是装的嘛。然后那装的正能量其实就伤害力很大了，因为你都不可以脆弱，你必须永远坚强。那使得你真正的坚强，我觉得好像也失去了一些意义。就是你真正的坚强有可能是假的，那就感觉真和假就有点失去了界限，很模糊的一种感觉。嗯嗯。对，我突然有一个主意，什么兴我突趣？然发现我今天心情不是很好，要不然你来给我小小的 demo 一下，看你能不能帮我改善一点。我们试一试嘛。假如说我是你客户，然后说 对。April，比如说你已经知道我基本情况了，我说 April 今天，我来见你，然后我心情不是很好，就感嗯觉有点 down，你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嗯。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今天不开心，或者说这个心情复杂发生了什么？我觉得可能有两方面原因，就是今天早上我在做我一个教练的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个客户，潜在客户都不是真客户，然嗯嗯。后不知道怎么的，就是我越聊我就越不对劲，我就好难受。我也不太，我记得他说的内容类似于，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个人给我感觉非常非常不好。嗯嗯。我不应该说这些，但确实是这个人给我感觉非常非常不好。聊完了之后，我就是可能得有1个小时没有走出来，这种负面情绪，我也不知道他，反正我记得他说话，包括比如说他觉得我的内容做的有点问题，类似于我的内容东一块西一块的，我觉得这也有点道理，就是说我的内容没有特别垂类，我可能有 A 内容，有 B 内容，有 C 内容，嗯，对，然后还说了什么？他说类似于一看我的气质就像搞金融的，我也不知道这个话有那么让我难受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听起来，我就是整体对话完了之后，没有哪句特别突出他在伤害我，特别突出他在 judge 我，因为如果有，我应该能发现，都没有。但是整体对话下来之后，就是我特别难受，就是整个能量就被拉低了一大截。嗯嗯。你还想知道什么细节吗？就是那我的我理解就是可以帮到你。在嗯，和这个潜在客户吧，就是见面之前心情还是 OK 的，但是对之后能发现心情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落差。对对。然后没有说一个点，就是不舒服的点戳中你，但是你会感觉这个气压是一直开始有变化，还是就是突然坠落？嗯，我觉得是逐渐往下走的。嗯我想起一个点，就是其中我说他要不要考虑付费，就类似于我想让他成为我的客户。嗯嗯。然后在这段里，然后他说类似于，因为我在文章里写的是合作嘛，意思就是你成为我客户，这叫我的叫合作。但是嗯嗯。他可能当时说的是我成为你的客户就不叫合作，我当时可能就感觉到这种巨大的理解的差异，然后感觉上就是他不是很尊重我的服务的感觉，也许是这一点。然有一后定对，层面的这种感觉没有被尊重，你的价值，你能提供的东西没有被尊重，还是感觉你人没有被尊重？应该是我要提供的价值没有被尊重，就是类似于啊教练，哈，扯淡吧，类似于这种感觉。但是他没有直说出来，但是那个语气给我的是这种感觉。嗯嗯。所以对，你一定而且没有被尊重。你对，继续说。
对，就是如果他能给我一个点去让我回击他，也许我也不会那么难受。关键是他从始至终，他没有给我一个点去让我去反击他、骂他都没有，所以导致我突然说你不尊重我，拜拜，也没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去做这件事情。有感觉不被理解或者被误解吗？对，被误解，他觉得我在做规划，实际上我不在做规划。但是对，就是有点类似于各说各话吧。对，就是这样。那一定程度上就是在沟通的过程中，感觉并没有因为当你说就是在各说各话，那我理解他好像没有就是可能真的听到或者是理解你是谁，你在提供什么，你提供的这些东西有什么价值。对，他其实都不懂，而且我可能在电话15分钟的时候，我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他应该不会理解我的价值了。然嗯嗯后当时他就说他很擅长做内容，然后我当时寻思，哎呀，这个客户反正也拿不到了，那不如我们就聊一聊内容好了，就顺便给我就相当于免费咨询一下。我当时这么想的，就是说我知道他已经1000%不可能成为我客户，因为他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而且他也不想知道。然嗯嗯后我就开始聊内容，这块可能就是我做错的点，就是如果一个人价值和我如此之相差那么大，我还跟他聊内容，这不是纯属自找没趣吗？也许是这样，但当时我没有想，我只是说，哦，他觉得自己会做内容，那我就听听他的想法吧。我就是类似于这种自找苦吃吧，说白了，进行到那儿之后，我觉得我不可能on board 他成为我客户了之后，我就说，哦，那既然你说你懂内容，那你跟我说说我内容怎么可以改善吧。然后他就说什么你这个没有垂类，什么你做这个东西挣不到钱。哎呦我天，我就相当于给你一顿大棒子给你削。说实话，我觉得他说的也没有什么错，只是我不想听他讲这些。嗯嗯，因为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对错，还有他给你提供的经济上就所谓这个 feedback 有没有用放到一边的话，那其实你在描述过程中，我听到的一个深层一点的东西，如果不对的话，你再帮我调整。就是嗯我听到你的 intention，就是目的这边更多的是所谓是就善意的类型，因为我有听到就你的好奇心，就是那嗯你给我讲讲你的内容，还有另嗯外一部分就是我其实你是想要被理解，而且想要去理解他。嗯。同时感觉你的善意就是所迎来的，并不完全是善意，就你对对方的这个 intention，你会怎么去描述，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他没有恶意，只是说他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嗯嗯我们可能说了很多一些商业模式，但是感觉就是他是很喜欢打击人那种类型。比如说他说：嗯“哦，你想做课是吗？好，我给你堵上这条路。做课，你任何内容都会被网上的人去盗版、抄袭，所以你的课基本不可能可以变现。”我当时随便一说，我说可以考虑课，或者是考虑1对1、one，或者任何模式，其实都可以。我当时只是随便一说，但是他就类似于好，你说了嘛，每一个我都要告诉你这个不可以，就是这样嗯嗯的类型的一个人。嗯，说实话，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只是说我没有想在那个场合听到这些话，就是这样。嗯，因为你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说感觉，哎，你们两个价值观已经这么不同了，对，你会怎么去描述这个价值观呢？我觉得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不同在于，也许只是我的感觉，因为我也不是他的读心虫啊。嗯嗯嗯我只是觉得也许他会觉得，可能金钱这个是最重要的，之后才是比如说开心、快乐、价值观这些东西。也许我的排序和他不一样，也许我的价值观会放的再往上一点。所以相当于很多事情也许不挣钱，但我想先把它做了，然后再想挣钱的事情。我也不是说完全我就一定要去做成慈善，没有。但是我想先把我想做的事情做了，然后再考虑钱的问题。可能这就是我俩的价值观的不同吧。然后对，所以我觉得是中间出现这个 disconnect，然后就是他也没说什么过分的话，但是就是那个对话的，就是一路向下，一路向下，就是最后给我整的有点不爽。嗯，你会感觉或者有感觉到你的价值观一定程度上遭到了这种批评、批判或者是对比吗？我从理性上，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我觉得我的价值观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觉得我价值观是经得起千锤百炼的。但是我觉得我唯一经不起千锤百炼的是我的商业模式，就是说我怎么养活自己、挣钱，这些是我在思考的问题。
嗯嗯是我要还没想清楚的问题。嗯嗯但这个被 challenge 我就会很难受，因为我可能属于我知道，我可能可以，也可能不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如果一个人跑过来说你不可以，我可能就会心里很难受，因为我觉得我价值观是就价值观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任何人说我已经没有感觉了，因为我觉得我一定是对的。嗯嗯。可以，对，我觉得是这一点吧，就相当于他戳到我痛处，类似于破防了，类似于现在中文流行的破防了，是这样。嗯嗯。那其实在我听来，就是因为你刚才有用到一个词，就是说，就理性上说的话，就是知道，就是他的本意和你感受他的，比如说就是这种价值观，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对吧？更重要的是你的感受，那就是 rationally speaking，你是知道，对我的价值观没有挑战。那 emotional speaking，我们如果看你情绪这边的话，你所感受的情绪是 feel misunderstood，没有被理解，或者嗯，是被误解，所以是有一部分感觉被攻击到了吗？对，他可能不是直接说你错了，嗯。但是他用一些婉转的方式说你错了，而且最让我生气的是，这些攻击还是我主动邀请过来的。就是说，假如说我中间没有如果我已经知道他肯定不会成为我客户了，我直接把那个 call 给撂了，也许这是一切都不会发生。最关键的是我还觉得，哦，我们都花了10分钟聊天了，不如就稍微再聊多点吧。如果他对这个感兴趣，我随便聊一聊。结果没想到越聊越不爽，气死我。所以有一部分的生气，感觉是对自己没有树立一定的就是边界，没有保护到自己吗？对，也许是。就也许是我邀请了一个我没有 verify 他的可信度，没有 verify 他会不会对我有帮助的人去给我意见，也许这是我做错的事。你这是在责怪自己吗？就是这是我的错，就是没有，就是有点像就 prevention 方面，就是我没有提前想到，没有提前做的。一点点责怪自己，我感觉到一些责怪自己。那讲到这点，我其实会有一点好奇，就是说，嗯如果在发生过程中可能失望，哎，我怎么没有看到，没有就是树立这嗯，个去保护自己，这是一种失望。那另外一对，种感觉你的这个对自己的失望是没有做到就是你对自己的这个预期，有一个预期没有达到，所以带来的这个失望。我想再去了解一下那这件事情，你对自己的预期，你会怎么嗯，说？你说哪件事情对自己预期？就说你刚才描述，就是我没有说提前把这个人去 suss out，或者说我没有提前就有一个比较好的 judgment，我怎么没有点像就早知道有一点。嗯。我的预期就是说，假如有一些人会伤害我的能量，或者是拿走我的能量，我应该赶快把他们给赶走，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瞬间我没有做，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说，呃，就听他的意见。他声称自己是一个内容专家，当时我就想，哎，有免费的内容咨询服务，那为什么我不就随便不搞一搞？但是嗯嗯也许我当时只是那么一想，但是可能我没有做好让他去全面评价、攻击我内容的准备，也许是这样。那我可以理解为，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在复盘这些情绪，就是嗯因为一开始你描述的就是难受，但不知道为什么难受，不知道具体嗯，在难受什么。那我们其对实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我有听到的就是有一点点这样被攻击到，痛点被戳嗯到，然后有一部分对自己的生气和责怪，为什么没有就是预防，或者是没有去干预他去做这件事情。那你刚才对，说的过程中，我听到的另外一点，好像是有一点这种困惑，就是疑惑，我为什么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呢？我都没有很困惑，我觉得嗯嗯我可能当时就是心情比较好，嗯所以我当时就随口一说，就是既然他提到了我一说，类似于，嗯，就类似于比如说你开心挺开心的，然后有一个人说他是车专家，然后你说，哎，看看我的车怎么样？然后他说你这车一文不值，我告诉你上面这个盖儿一文不值，轮胎一文不值，后面也一文不值。对，就是这种感觉。也许我后悔的是，如果而且还有一些征兆显示这个人，比如说这个人开了一辆皮卡，然后你开了一辆保时捷，你们明显就不是喜欢同样的东西的人，然后你却说来看我这辆车怎么样？
对，我觉得是有一些征兆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还是因为他这个身份，或者说他表现出来他对这领域的熟悉，所以导致我就还是邀请他来去对我评头论足一番。我觉得这个是我做错的事情。那如果就是那在我看来，这个所谓的就做错的事情是让你觉得会是让你的好奇心占了上风？呃，好问题，我想想。你具体会怎么描述这个做错了这件事情？就是我邀请他来，其实有两种可能性吧。第一，他给我提供了非常非常好的意见，这是一种可能性。或者他提供了一些不好意见，或者没有任何可操作的意见，同时还把我心情搞得很糟，这是我要冒的一个风险。嗯。我赌了一把，我赌错了，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后悔我不应该赌，但也许我不赌，我也永远不会知道这个结果。所以说，你说有多后悔呢？也没有，只是说是类似于赌完了之后，赌输了的一种难过吧，我觉得是这种。对，所以也许也没有什么可苛责自己的，因为他说出那些话之前，我也不知道他会说出那些话，只是说当时因感觉价值观有一点差距，但是我还不知道差距有多大，但是后来急转直下发现这个差距越来越大。但我当时问他那个观点意见那一瞬间，可能还不知道差距有那么大，所以，嗯，也许我也没什么可苛责自己啊，毕竟我是当时根据那一点我得到的所有信息和那个点的心情做出这个决定，只这个决定最后，引向了不好的方向。这个只能说是愿赌服输吧。你这个是 rationally 理智方面在这么劝自己，还是情绪方面觉得啊，好像确实 acceptance 这边要更偏 acceptance 这边，情绪方面，如果说愿赌服输的话，我这么一说，我好像心情还好了一点。对，对，有一定程度对，上接纳啊，那就投错了嘛，投错就投错了嘛，这件事情就对，这样可以。对，类似于买个股票，它可能涨10%，可能跌10%，你根据那个点的信息你买了，后来发现它跌了10%，你心情很难受，但是也许这也是要接纳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当时根据那个点得到信息，你不可能这个马后炮嘛，没有意义了。好，那我们先从这个 demo 模式出来。觉得这个我们如果从这个 demo 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想抛出来的一点啊，这个因为我可能你在沟通的过程中，我有刻意的在想或者在决定的一个点，就因为我之前就是有提到过，或者有问到，就是嗯，因为心里有很多的流派，对不对？嗯，就是具体流派具体在干什么，所以就是对，刚才我是根据你前面跟我讲的，就是你在接触心理咨询过程中喜欢什么样的感受，嗯，然后呢，我在和你沟通的过程中，我有在不同流派里面去调整，然后嗯，根据你给我的这个回应，然后我去进行不同的调整，更多的就是根据你给我的信息。嗯。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喜欢给非常有限的信息，他可能觉得他给太具体的信息，他会非常的羞耻，或者他觉得自己很脆弱之类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觉得刚才我给你的信息够具体吗？还是说很多内容还是比较模糊，就是类似于很多比喻那种？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来访者没有错的形式，就是嗯，因为有模糊的来访者，有对，还没有准备好去清晰分享的来访者，有对，我想要清晰分享，但是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描述的来访者。所以对，这个更多的是，由心理咨询师去进行一个调整，就是我是根据你给我分享的一开始可能比较模糊的一个内容，对吧？就是嗯，你分享的就是心情不太好，对，那我如果就是就没有，就是但是我更多的是因为有一种流派可能就是那你想分享多少就分享多少，然后对，有些咨询师我可能会去深挖一下，然后嗯，根据深挖的阻力，然后对，我再来决定我是继续往这深挖呢，我还是换一个方向。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来访者没有说是错的方法，就是你嗯，准备好了，你想分享多少，你想怎么样分享，这个都完全没有就是错的一种，更多的是，咨询师需要知道该怎么去根据来访者的状态去调节。嗯。嗯，不同流派，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玩儿。在那之前我有一个非常好奇的问题啊，就是说很多的咨询师非常善于，至少好的那些吧，很善于从人的一堆混乱的思想中找到那几个比较重要的 trigger。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咨询师要具备的素质吗？然后你觉得这个素质是怎么训练出来的？这个看流派。嗯，
有一些流派的话，它去抓的点是不一样的。嗯。你会有比较熟悉或者比较好奇的流派吗？啊，那不如你就帮我科普一下吧，就是说现在市场上比较占主流的几个流派，他们的方法和模式大约都什么样子？嗯嗯，这个我也不是每一个流派的这个专家，对吧？就没有说专门去精专一个流派，所以我就尽我可能的去大概的算是总结分享一下我的理解吧。就是嗯。一个流派，不知道你有听过，就是这种就精神分析心理动力学。对。这个流派其实我的理解非常大的一个特色特点，就是抓点抓这个就是潜在的这些循环。嗯。但一定程度上就是说就你想到什么聊什么。然嗯。后呢，我通过你给我分享的这些内容，我慢慢就能摸到一些，就是这个感觉有一点点的这个重复感。嗯。有些心理动力学咨询师会直接把他观察的点抛出来。嗯。这个可能更偏向于我的处理方式。就比如嗯。说我们可能是几次之后就发现，这个当你的 trigger 这个好像有这么几种类型的 trigger 发生，然后嗯。你好像我观察到的是这个状况，然后呢，你会怎么帮我继续填下去？有对。些呢，这种精神分析心理动力学可能更偏于希望来访者通过分享这么一轮儿一轮儿又一轮儿的循环，他自己可以摸到，这个好像上次说过了，或者说是，好像是这个连着这个，这个连着这个。所以呢，就是心理动力学呢，我的理解可能他们更多的是会去，就是能比较敏锐的看到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嗯。怎么样把这个过程去分享给来访者，这个方式可能不一样的心理动力学的咨询师可能会不太一样。嗯。你说心理动力学这是一个流派是吗？那还有哪些流派？就这个是比较常见，叫 psychodynamic，就是更多的是，嗯。让这个人自己意识到我有什么问题，我陷嗯。入了什么样的沼泽困境，我想要怎么样走出来，这个就是心理，就是我从内心找到动力，这个是嗯。比较就是可能经常听说的一个。然后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你的这种感触，就是我好像一切都有被看到，我的感触有被听到，嗯。这个其实一定程度上比较偏人本主义。嗯。就是说 person centered 嗯。humanistic 这种的话就是，嗯，对，因为咨询师可以做到一个就是无条件积极关注你的每一点，所以我们嗯。其实在刚才这种 demo 的过程中，有一点点这个人本，就是我更想要去倾向去了解、去关嗯。注你的所有体验。但是对。其中我其实可能包括了一点点的这个我们叫做后现代行为法，就是说这嗯。个行为法就 behavioralism，它下面有这个情绪、行为，然后还有想法。然后所以嗯。我会问你一点点，就是把这个人本我有和这个后现代的行为方面有连接起来，就是会去具体把你的一些情绪比较仔细的剖析出来。但是对。如果是纯人本的话，可能是更多的是让你去多讨论每一个细节的感受，但是不会嗯。像我刚才这样给你一个比较具体的情绪，给你一个具体的标签，然后呢去接受你的反馈。嗯。算是准确的，但是这一点其实并没有这个感触。其实这个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文本，就去关注你的这个体验嗯。和后现代行为的一个给你这个情绪放一定程度上放标签，具有一个比嗯。较清晰的认知。嗯。这个我自我讲清楚。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听你的意思就是每个人其实一个人可以用多种方法，只是一个方法问题，并不是说他一个人就一定要是在这个派别，他就没法去别的派别的这个意思是吗？对对，就是现在的话，其实整个心理学的风向，尤其是美国、中国，我感觉现在慢慢开始有这么一个节奏，就是更多的我们就叫做整合，就是对。说怎么样把所有的流派去更好的有这么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嗯。因为有些人就是纯人本，对。疗法培训，那他可对。能整个疗程就会这种是慢下来的感觉，对。更多的是所以很多是这种比较偏纯talk therapy，你就告诉我嗯。你的感受，你做了什么，你做这件对。事情的过程，然后产生的所有的体验，这个可能会更偏人本一点。然后 嗯。psychodynamic 呢，就是像这种精神动力的话，也是更偏talk therapy，就是纯嗯。更多聊天，然后对。呢，就是不一样的咨询师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处理方式，但这个是自己的流派，这是自己的流派。然后但对。是现在因为有些人对节奏是有一些要求的，比如说，我挖到一定内容循环了，我嗯。现在需要一些实际的方式方法去帮我做出来改变，这样的对。话就把行为这方面要带进来。所以现在其实整体的这种趋势，我的观感是，就是往整合这个方向走。哦。诶，那我自己的 therapist 很喜欢把一些新的概念
介入到整个对话中来，这是什么流派？比如说我说了一大堆，然后他可以说：“哦，你之前没有被听见过。”其实相当于他把这些东西总结出一个新的观点、一个概念进入到这个对话里，他让我听一下他觉得这个东西对不对，他这是什么流派？这个还是比较偏人本，就是这个是你的感受，我对，对你的感受理解嗯，正确吗？有偏差吗？哪里不对吗？所以这个嗯，是如果你说的是这种类型的概念的话，其实比较偏人本，就给你的感受一个名嗯。字，就知道该怎么形容，它就不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哦，然后就说 trigger，就是说我觉得好的，在我的世界里，好的咨询师或者治疗师，他有的时候确实能找到那个 trigger，尤其那个 trigger 可能是他花没几次对话，他可能就找到了。嗯，这个又是哪一派的一个擅长呢？这个我觉得就是好一点的心理动力学嗯应该是可以的，或嗯，者说是，嗯，就是比较偏后现代主义疗法，其中就可能包括这种认知行为。因为对，认知行为非常经典的一个点就是，就是我经常会描述，就是当这件事情发生了，然嗯，后带出来了什么，然后带出来了什么，然后带出来了对什么，然后其实对这个就是比较偏后现代的疗法，就是尤其是包含一点行为的东西，就是当别人跟我这么说话，我可能有这么一个想法或这么一个对感受，然后对，就是这么盘。就是如果这个也是好，就是这种比较 clinical skill 这种要强一点的 嗯 psychodynamic therapist 可以做到。然后呢，后现代就是这种也是可以。嗯，那你觉得这个是需要后天的培养呢，还是说很多是有人生经验的加持？比如说，可能很多人50、60岁的时候，再加上他自己职业很多很多年，他就善于呢？还是说很多这是天赋？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刚毕业没几年，他就善于找到这些，这个是怎么看？嗯，这是个好问题。这个是我个人观点。啊，其实我觉得经验久一点的咨询师可能会更容易陷入一个误区。所嗯以我们其实在培训过程中，或者说我在带学生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 beginner's mind。嗯因为就是作为一个新学者的话，我对所有的东西会抱着这种新鲜和未知的态度，对吧？就是嗯哎，诶这件事情发生了，然后出现什么了呢？之后怎么样了呢？就是这种，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技能，就心理咨询师的技能点。然嗯后呢，同时我觉得也包括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天赋。有些人就是经常是可能和别人聊天过程中一下就戳到痛点，就是哎，诶那嗯这个点怎么样？就你其实和有些人的天赋可能多多少少会带一部分，另外一方面也有这个 clinical skill，就是嗯这方面的技能。如果一直要有一个更新的状态，就是哎，我最近好像做咨询做的有点麻了。如果我开始觉嗯，得大家好像都是差不多这么一个过程，那就对，说明我这个技能点其实开始弱化了。所以就是为什啊，么我个人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经验丰富的咨询师，尤其是阅历多了，有可能会陷入这个思维误区，就是啊，那我知道了，你既然已嗯经讲到了，那很有可能就是这样，我就可能嗯，多多少少会把它往这个方向带一点，有可能哦，会去 miss 掉，或者是忽略掉来访者给我的一些 feedback，就是让我重新去就是构建一个不太一样的这么一个这个痛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技能点需要去始终调节，再加上天赋的。然后类似于老中医对吧？或者是非常老的医生，看到这个啊没问题，知道就是这个，来上手给你嘎了，嗯嗯嗯。是这种。然后如果可能是来访就说：“哎，都疼疼疼。”然后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呦，又是这种。” OK。对，这可能对就是效率来讲可能还是不错的，但是可能比如说10个里可能有1个不是这样的情况，那就可能会就是花时间。当然好处是，确实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性，对吧？只是说在兜圈子浪费时间，是这样的。所以也不是说就是说经验越久的咨询师就一定是一个最适合这个来访者的咨询师，因为有些刚好是，哎，你所习惯看到的痛点，还有习嗯，惯去排解的痛点，嗯，刚好就是符合我的现状，那这种他可能会见效非常非常快。但有嗯，些是我的有一些 nuance，有一些点是不太一样的，这种对。的话可能就，不是很适合。那你怎么看？比如说，假如说我见一个 therapist，嗯嗯。你觉得见了多少次，然后还是觉得不合适，这个基本上是大概率是真不合适。就或者说，这世界上全都是不合适吗？还是说有些人就是水平不行，有些人水平就是高一些？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话，就是我如果给我的来访者说的话3、4次，就是如嗯果你第一次，这个眼缘儿就非常不好，对吧？就是嗯
我觉得我跟你见面，我这个人就是不太会放得开，这个就直接就 pass 了。你这个就是嗯，不合适，和你的对，性格还有对方的水平没有任何关系。这种的话，如果我感觉不好，马上 pass。然后呢，嗯，就是没有办法放开。然后第二种的话，我觉得我个人的话，可能觉得3到4次，对，你差不多其实就能觉得有一点点的方向感了。嗯，至少这个方向感里面会包括，哎，我就是对方到底有没有真的理解到我的困境。如嗯，果他都没有办法理解你的困境，他就没有办法带你走出困境。嗯，然后第明白，二点的话，就是说，一方面是如果我没有被听到，没有被理解，就感觉对方完全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自说自话的感觉，这是一对，个比较大。然后但是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多多少少你应该有一点情绪方面的变化。嗯，就是说，好吧，好一点的咨询师，你可能一般第一个 session 或者是嗯，第二次，你就觉得，哎，就是舒服了一点点，嗯，哪怕有一点点排解的这种感觉。嗯，如果3、4次一点排解的感觉都没有的话，我觉得可能不是很适合。哦。我看网上有很多人说可能看着看着，然后越看越生气这种就是一定就完全不需要再考虑了，对吧？那你觉嗯嗯。得这些原因是什么？可能就是双方不适合呢，还是说有些人水平就是不行呢？一方面我觉得肯定是有水平不行的原因，因为现在的嗯，话就是，嗯，算是鱼龙混杂吧。就是哪怕在美国出来的咨询师，因为现在有蛮多那个学校，尤其在新冠期间会有这种速成项目，嗯，就是1年的心理咨询，之后，然对，后呢，你在这1年咨询的所谓的培训过程中，一次见来访的经历都没有，全部都是纸上的概念。然后嗯，马上出来就说我是在美国就是接受教育的这种心理咨询师，嗯，能力可能确实不是很好。然嗯，后呢，有一些咨询师可能确实是方法的原因，就比嗯，如说一些后现代的，可能更多的是关注行为，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呢，但是有些人还没有准备好去讨论这方面的东西，然后更嗯，多的是我想要这种被听到、被理解的感受。所以有可能就是一个 mismatch，因为像比如说后现代，如果我更偏行为方面的话，我可能嗯，会问的多一点，就是这个出来之后，然后会做什么，别人会对你有个什么样的反应，然后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些人是没有准备好，或者是还不想呃去处理这方面的内容，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自己的情绪、自己的经历得到一个充分的去释放、被理解、被看到、被尊重的空间。所以这个嗯，的话，也有可能是一个完全更多的是不 match。就有些人可嗯，能是感觉我就是想告诉咨询师我的这种感受，但是我的咨询师总是给我布置作业，就让我今天回去干个这个，明天回去把这个想法写下来。这样嗯，我咨询师是不是一个不好的咨询师？其实并不完全是，可能就是不配合。但是有些人也会说，我不想每天就告诉他我今天干了什么，昨天干了什么，我就想让他告诉给我一点实际的方式方法。然后他嗯，就总问我，我不告诉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我是什么情绪，怎么又回来问我情绪或问我感受了？这个也是一个不 match。其实并嗯，不是说这不是一个好的咨询师，但是如果是整合派的话，更多的是有多一点的 flexibility，灵活性要强一点。但是这种嗯，的话，就是现在其实是还是相对来说要少一点。明白。就类似于我想跟你谈感受，你跟我谈行动；我想跟你谈行动，你跟我说感受。然后咱们对对对，这个不是在说一种语言，然后嗯嗯，这个想合作多愉快，说实话就是痴人说梦了，就对对。所以也很常见的一种是，哎，我一开始的第一个心理咨询师特别特别好，然后我们卡住了，就嗯，是觉得没有任何进展，我觉得我已经成长到一定步骤了，是不是说明我的心理咨询师不够成熟？其嗯，实并不完全是，有可能是你现在需要的和他这个流派，你如果同样一个卡壳的问题，你去找心理这种后现代行为方面的，你的进展到这个阶段会非常快，但嗯，并不是说可能人本或者说是心理动力没有办法帮你到达那个状态，可能是他的这个过程要稍微长一点。嗯。每个人的预期在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也是会一直有一个变化。这个正常的预期是什么样子？比如说啊，就我个人的例子来讲，比如说我前几次，比如说前3次的 therapy，哇，每一次感觉出来了，我的三观都已经碎了，然后重新再建立一下，都重新再建立的那种感觉。然后其实后来可能这个三观重新建完了之后，发现之后聊好像就没有那么大的改善，好像也不错，就是说也不错，也被倾听到了，感觉也很不错，但是就没有那种这个这个毁天灭地的那么大的震撼了。你觉嗯嗯。得这种是很正常的，还是说像这种情况，也许我应该换一个，在下一阶段能帮助我到我的 therapist？
这种很正常，这种还是蛮正常的，因为就是一般意识到问题，这个是感受最深的，但对，是改变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就嗯是如果前3次有这么一个非常震撼的认知的变化，这个是非常正常的。然后之对，后如果有一点改善，但是好像没有这种认知又一下被重新建立、打碎又嗯建立的，也是完全正常。这种状态，我不会建议去轻易的换咨询师，先再等嗯上一段时间。那嗯，对，把自己一般是经历可能是3到4个月可以分享一下，或者是去跟咨询师复盘一下，嗯这段时间你有什么样的算是成长，什么样的改善。因为很多时候来访者根本就意识不到自对，己有多少变化，所以经常是我可能会跟我来访者会分享，就是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现在无意识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可能和以前处理方式不一样。然后有时嗯候，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以前好像确实会这样做。但是我现嗯。在好像就不会再那么想了，就是有这么一个潜意识的改变，就是当事人是没有办法直接去有一个更多是潜移默化。我的第一个 therapist 就是他就让我直接一直讲，从头讲到尾，然后之后他说基本就是我们就这么做，然后我当时觉得好像有点不是很喜欢，我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流派，它这个是但是比较偏心理动力学 psychodynamic，你可以之后我比较好奇，你如果去查一下它，就是说它的这个 training background，还有它的这个 therapy model，它这个流嗯，派很有可能我觉得会是哦，这个心就让我理动力。直接从头讲到尾，然后他也不会说一些建议啊，或者总结呀，或者是提供一些新的一些这个架构啊 framework 去解释过去的事情，他就直接让你讲到尾。OK，好吧，那我不知道，对，可能对我个人来讲，那种就没有那么大价值，但可能只是我个人，嗯嗯，对。每个人需求不同嘛，不同阶段需求不同。我非常好奇的就是，就普通人，如果他已经有了什么心理表现，或者是行为表现，或者躯体化的表现，就代表着其实他大概率可能需要一些心理治疗师的帮助，才能走出来，自己想靠自己调整就比较困难的。嗯，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典型的，我能想到的叫做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就是这嗯，种高功能抑郁。嗯，你有听过这个词吗？没有，和低功能抑郁的区别是什么？低功能抑郁就是正常抑郁，你是能看出来一个人就是嗯，可能我觉得用一个比较口语化，就是这种丧的 vibe，嗯，就是这个人看上去就是对什么事情没有感兴趣，你嗯，叫他干什么，他都说没有兴趣，不想对，做。然后呢，嗯，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 呢，他就是说你人是看不出来的，嗯，就是这种类型的，就是别人就觉得你班儿能上，该吃嗯，吃，该睡睡，然后呢，你班儿也能上，但是你告诉我你以前做的事情，你现在都没有兴趣了。就除了班儿和吃饭睡觉以外都没兴趣了，是这对，样。然后呢，就以前喜欢的现在不喜欢，对未来也没有什么，就是可能是期许啊、期望啊。以前就是，我下个月可能要回国了，或者是我过段时间要怎么样了，现在就嗯，是无动于衷，然后情绪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波澜，我不会特嗯，别生气，我也不会说是特别怎么样，可能是老板批评我，我以前就会觉得怎么样，但现在的话就有点像是所谓的佛了，其实这种嗯，就是高功能抑郁症的一种表现。像这种的话，很多人都会觉得你这不没事儿吗？像尤嗯，其像这种的话，很难自己走出来。通常的话，到后面可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就会有一些这种想要伤害自己的想法，然后嗯，呢，或者说是就是更深一级的，可能对自身危机会有关系，会有影嗯，响。像这种的话，就是一旦发现有这种高功能抑郁，就是对什么，就是我该做的事情，我还能逼着自己去做，然嗯。后但是我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然后呢，我也没有什么大的心情起伏，我对未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期许，这种其实很难自己走出来。那他对自身来讲，就是他在那个环境里的人，他可能觉得自己还挺正常，对吧？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明显的特点？比如说他天天晚上只能睡4个小时之类的，就这些比较容易看出来的，一些征兆，说明他可能已经处于你说的这个高功能 depression。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看睡眠，通常嗯，是一个比较直接的指标。有些人是我不管睡多长时间，我都就是没有变化。因为有嗯，些可能高功能抑郁症患者的话，他是那我就请假呗。对，我如果觉得我可能是因为压力大，我就请假，然后我对，请假一个星期，我天天在家睡。对，我还是对情绪没有任何的影响，或者说对，是我就不困，我不想睡，然后我对，就这种漫无然后很多行为是漫无目的的去做一件事情，这种嗯，漫无目的，就比如说我手机刷了4个小时，
我没有任何可以去就是想去分享的内容。就是大家其实漫无目的刷手机的，我觉得大家都多少都会有嘛。但一个特别主要的区别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我在翻的过程中会有一个，哎，这个挺有意思，就是想要有一点点的这个分享欲。但是很多高功能抑郁症患者的话，他是没有这个分享欲的，就是干刷，然后也在刷的过程中就是啊，这个挺可笑，然后就有意思，就是完全是这种情绪没有起伏。如果这点的话，很有可能可能是比较能直观发现到，刷了4个小时好像没有一点点的这个记忆点或者情绪的变化。那这个的主要导致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自己的一些内分泌，还是说在他对待自己情绪方面他没有疏于照顾，还是什么情况？一方面是对自己的情绪没有一个认知，所以呢，就是越累积，就是越来越多。就有些人可能是痛觉本身天生可能比较麻木，所以我就割了一下，我就不知道我自己划伤了，我又被割了一下，又被割了一下，又被割了一下，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痛觉神经就已经不工作了，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后天，就是说一疼我就会以前会告诉别人说，哎，我划伤了，我可能需要去开药去治疗一下，然后又更伤了，我可能告诉别人，但是如果回馈一直是，那你就是太弱了，你这个人太矫情，你看别人怎么样，然后像这种下意识的，就是那我就告诉我的神经，我的整个身体去不要去想这件事情，你不需要，所以一定程度上你的大脑就开始我们叫做建立一定程度上的这个 neural pathway 这个思维方式，就是疼，坚持，不要告诉别人，就好了，就是所以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原因。所以就是类似于所有的你硬压下去的情绪，最后都会反扑回来，只是说时间问题，你能多忍几个月，少忍几个月，甚至忍几年，但是这些东西不会消失，它只是会终有一天会回来的。对。然后另外一个可能会就是如果有这种症状，就是有点像这种早就医，尤其是睡前，要是发现你的脑子就停不下来，就想完这个想那个，想完这个想那个，然后就一直会这么想，或者说就感觉动不动就被思绪完全带跑。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其实不确定的，看看心理咨询师，就尤其是如果影响睡眠，就是我想2点睡，但是我在床上12点躺下了，然后我就能纯想事情想2个小时，然后就困到不行才睡觉。这种情况下，就是基本上找心理咨询师是没跑的，肯定会有帮助。那这种是心理咨询师和这个心理学家那个 psychologist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psychologist 是帮你诊断给你吃药的是吗？但是 psychiatrist OK psychiatrist 是给你吃药的，但是就这个是有些 psychiatrist 既能开药又能做 therapy。psychologist 是做 assessment，也可以做 therapy。对，就是像比如说有些人是有 ADHD 多动症，这个测评只有 psychologist 可以做。然后呢，比如说自己有没有在这种就 autism 这个国内自闭症吗？对自闭症的这个谱系上面的话，这个是 psychologist 要去做很多的这个测试。然后呢，他有些 psychologist 也是可以做心理咨询的，但是心理咨询师是只能做心理咨询，然后像这个开药还有做测评，这个是做不了。就相当于其实有3个不同的这个专业相当于。然后还有一个是 counselor， 就是 counselor 和 therapist 有一点点的 overlap， 就是就是我刚才有提到美国这边不同的证蛮多的嘛，就有这种社工，然后有这个 LCPC， 就是叫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它和 psychologist 还不一样，它更偏咨询的这方面。然后还有刚才提到的就是婚姻家庭咨询，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 licensed mental health counselor，这个也算在这个心理咨询师的整个这个伞下面的。但是有一部分的 counselor 呢，他是没有这种证书的，就比如说 camp counselor， 就是夏令营的，就是为孩子做心理疏导的这种人，他不需要有什么心理咨询的背景啊、经验啊，他就是作为一个知心大姐姐、大哥哥这种角色，所以就是类型很多，每个的关注点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想问问是什么驱动你去做therapist 或者走上用 therapy 帮助别人这条路？那回答问题之前，我想先问一下你，你觉得你个人的话，会一般对这种心理咨询师这个背后的故事比较感兴趣吗？我还挺感兴趣。你身边的人觉得会对咨询师，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感兴趣？因为我对价值观看得比较重嘛。比如说我的价值，比如说是人应该做自己
热爱的事情。那有些人的价值就是我要做挣钱最多的事情。那假如说我和你的价值比较像，也许我会更想，比如说跟你合作啊，或者跟你更想去跟你咨询啊，这是我。但是有些人可能不在乎价值观，也许他就是这些就触动不了了。明白理解。这个我的故事呢，就是我觉得也蛮多人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开始来找我的，就是说我是15岁的时候，以交换生的方式来美国读的高中，然后高中之后就留在了美国继续读大学。我觉得和蛮多听众和大家的就是感触是，从小因为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所以呢，我当时出国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是逃，就是怎么样可以从我家人身边就是走得越远越好，然后就来到了美国，然后来了这边之后呢，因为作为交换生，就是你必须得在寄宿家庭，待，所以呢，我第一年和第二年有2个不一样的寄宿家庭。然后想当时也是青春期，就是15、16岁，所以当时的这个心境也是非常复杂，然后再加上叛逆的，也是非常渴望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然后我第2个寄宿家庭其实对我整个人生的轨迹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就是从他们家我有一个感触，就是什么叫做无条件的关爱。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叫做情绪的控制，自己的情绪是自己的责任。这是我当时的话可能就是没有这种算是一个认知吧，就说啊原来是这2点就是对我来说这么重要。但是只是后来再看的话，就是发现他们家是对我人格、对我的性格有一个非常180度的重新的塑造，他们家对我没有任何要求，对我的一切都是无条件的包容，所以也把我当时从一个浑身带刺的这种15岁青少女这种，就是到了一个，就发现人是可以改变的。因为我以前的话可能对这个没有一个特别强的认识，就觉得就是这条路你就走到底就好了。然后人的性格，因为我觉得一句经老话就是人的性格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这3岁就能看到老嘛，所以。我当时其实想要逃离原生家庭也是这个原因，但是到跟这个寄宿家庭之后，就发现我的性格待人接物的方式有一个180度非常非常大的改变。然后我到了大学的时候，其实我爸爸想让我读法律，然后呢，我妈妈想让我读金融，然后呢，我就作为叛逆的我就又选了一个和这2个完全没有关系的学科。然后我们当时的这个大学的专业。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大学专业就是传统这种 psychology major， 我开始是 psychology major，但是之后的话，我们学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专业叫做 family human service， 就是家庭和人类服务。然后这个专业呢，就是有整整2年的专业课，第1年有3个学期，然后每个学期你需要去找一个机构去实习。然后第2年呢，你要从你之前实习了的3个机构中间选一个去待1整年，然后做一个毕业课题。我当时待的3个这个机构，一个是青少年，这个国内中文应该怎么说？就是青少年，就是 correctional center， 就是这种少年监狱，就是惩戒呗，劳改的这么一个中心。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这种就是法院要求家长必须把这种问题的孩子送到一个治疗中心。然后呢，第3个是在我们当时学校有一个自己的咨询中心，去在那儿实习了一段时间。然后第3年呢，就是毕业那年，我就是选的这个青少年这个就是 correction center 那场这种青少年监狱去工作了1年，做了一个课题。然后在那儿工作的时候，其实经常就能就是有跟孩子们去聊到他，只能看到他和他身边人相处的方式，还有他有时候会见到自己的父母在见之前和见之后的状态，然后还有我们在进行一段时间的所谓这种疗程治疗之后，他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就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其实再加上我当时寄宿家庭对我的影响，我其实内心就是对个人的改变，我没有抱太大的信心。我就觉得一个人如果在真空的状态，因为我当时就是实习过的一个地方是他把孩子送过去，然后我们把孩子算是治疗1个学期之后呢，或者是治疗1个月，然后呢放假了。放了可能是5天的假，回来之后就是一定程度上打回原样，我们从头开始。所以呢，当时就是我就有一点点这种心灰意冷，就觉得如果是单独的和一个人去工作，具体可以有多大的改变？
我不知道。嗯然后所以呢，我当时在研究生申请的时候，就是想要找一个能更系统的，就是把一个人，因为我觉得人并不是在真空里面成长的，所以他的疗愈，他的成长也并不能在真空里去完成。所以嗯呢，我当时研究生的这个项目就是婚姻家庭治疗，但它本质是把人放到一个系统里面去看，因为他嗯和父母的关系，他和身边亲密好友的关系，他和亲密对象的关系，可能有一些相同，有一些不同。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是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的这个位置。你这个故事里我非常感兴趣的就是说，你说无条件的爱，那大约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就是我只听说过，我没见过，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嗯嗯，我之后也会写一篇就是关于这个无条件的爱的文章，因为我觉得个人观点啊，我觉得在中国其实存在很多很多无条件的爱，同时这个爱是会被覆盖掉的。就是说，我的父母可能无条件的爱我，但是他有很多的担心，他自己的情绪他没有办法去消化。然后呢，他有对未来不确定性会有一个掌控感，然后呢，他可能有各种各样对生活压力的担心，就乱七八糟的这些情绪就把无条件这个爱给盖住了。然后，但是我的这个寄宿家庭呢，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就是现在回头看的话，我觉得是有两部分的，一部分是这个无条件的爱，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他们对自己情绪的处理，我觉得是一个Next level 吗？真的是 next level，就是嗯你完全可以看到他的情绪，嗯但是你也可以看到一个整个情绪上来出去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过程。嗯就是第一方面无条件的爱，就是我作为一个国际学生，一个交换学生，他们家其实是有5个孩子。然后当时接纳我的时候呢，就是前面这老大、老二、老三都就是成年人就出去了，然后呢就是我就是他们家那个老5加我，然后他们家的所有活动，包括我的生日，包括他们任何长途的旅行，就完全不会给我一个我是外人的感觉。就是而且是不是那种比较刻意的，哎，我们不能让 April 有被落下的感觉，就完全是那种你就是一家人，你就这对，些就是一家人，不需要显得是一家人。对对，你就应该和我们一起做啊。所以有时候我会有点这种不好意思，比如说，哎，你就是专门把我从这儿送到那儿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就想给你一点这个补贴一点油费。然后他们的这个情绪，你明显感觉就是费解。嗯然后呢，然后会给我解释，然后同时会表示理解我为什么会这么觉得，然后给我解释，然后你就能感觉他们从一个费解的状态到一个完全包容接纳的状态，或者说是有时候我比如说做错事情了，或者说我就是有什么安排没有告诉他们，我能看到他们的不高兴，同时他们会告诉我解释他们为什么会不高兴。然后是一个我们这个叫做非常 proportionate 的反应，就比如说我把你脚踩一下，你脚就应该疼，对不对？你如果告诉我脚就不疼，那我这个就是我就会觉得有问题。但他就是这种，哎，我踩了他的脚，他就会告诉我脚痛，你把脚挪开，我就把脚挪开了。他说好，我脚痛了，下次不要踩我。这件事情我们就 move on 就结束了。就他的所有情绪都是有这么一个非常自然的流程。对，正常的生成，然后宣泄掉，是这样。对的。然后呢，就哪怕对自己孩子有一定这种非常正常范围内的担心，就比如说他们家孩子要去读大学了，然后去哪里读有哪些担心，他们会非常清晰的沟通。但同时他们把他们的担心也会沟通给我，就是说，哎，他们对我的未来就是不是他们的责任，所以他们不会有这种担心，但同时也想要去帮助我。他就会知道这个是他的情绪，然后他又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去帮助你，或者是这是我能想到的办法，你会想要怎么样，就会这么一个非常平等的互相沟通的过程。然后对他们家孩子也是，我担心你怎么样去选，你对我的担心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啊？那这个担心是我的，我自己去消化。你如果想去做这件事情，就去做好了。就是他的整个情绪就整个给我就是 model 出来，就是这个典范。我觉得也是从前所未有的一个感受，所以就是因为这方面也能感觉到他们家这种无条件的关爱，就是他们，你像我那会儿是16、17岁吧，在他们家待了1年，一直到现在，就是这15年以来，我们一直都会，就我结婚的时候，他们有跟我回国去办一些典礼，然后就是我跟他们家所有人都是以这种哥哥姐姐相称。他们是做什么行业的呢？他们是自己开的公司，就是也不算公司吧，就植物园。也不是说是那种，而且当时我的感受就是他们家不是这种暴富，
就不是说是我们家我对情绪的掌控和我无条件的爱来源于我无条件的金钱，就是并不是这种，因为他们家其实也是在金钱方面会有担心的，还有对未来的规划也是有担心的，但是就是因为自己的植物园，然后还有负责很多工人对他们未来的规划，所以他们本身也是肯定是有压力的，所以就是对，这可能确实没关系，对吧？有的时候钱多少和你的心理健康程度也不是什么这个线性关系，对吧？对，有非常不一样的经验。因为我现在做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对那个新手父母的这种算是培训吧，或者是这种指导，就叫做 New Parent Coaching。然后其实我在就是工作的人群里面，因为我现在主要是做很多就是个体咨询，然后其中聊到原生家庭的这种疗愈修复，觉得和这些家庭也都是有很大关系。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时间，那我们下期再见。谢谢 April。谢谢。